关注前程密码，了解全球财经。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钱道。这两天呢，咱们中国人都在过端午节，但是大洋彼岸的美国央行美联储却在演戏。我为什么说美联储在演戏呢？这个周四早盘的时候啊，除了纳斯达克以外，美国三大股指几乎都是低开的。但是低开不久之后啊，就在10分钟左右就被一股力量拉起来了。而这个银行板块被迅速的拉起，几大银行，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还有什么花旗银行，他们的涨幅当时瞬间就拉到了2%。当时我就在想，这两天这个美联储不是在对这个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吗？我在前面一期节目里面就讲过这个问题。美联储今年的这个压力测试跟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做了重大的调整，特地研拟了3种情境的推演，为的就是在今年美国疫情严重的当下，去调查美银行界到底有没有这个充足的资金去抵御严重的经济滑坡。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关注回看往期的视频。难道这个测试的结果是很好的吗？因为拉的股票都是银行股嘛。没过多久我就收到消息了，说什么呢？说沃尔克规则被修改。沃尔克规则是什么呢？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沃尔克规则是由美联储在1979年到1987年的一个前主席也就是前任美国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提出来的。沃尔克规则的核心呢，就是禁止银行从事自营性的投资业务以及禁止银行拥有投资或者发起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这个目的呢，就是让银行在传统的借贷业务和这个高杠杆对冲私募这样一些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之间要划清界限。沃尔克规则在2010年到2017年之间做过几次修改，但是那个时候的修改都是对沃尔克规则的补充完善，根本原则是不会变的。毕竟银行就是银行嘛，它不是企业，银行不可能去从事高风险的投资。而这一次修改呢，真的有点让人看不懂这一次沃尔克规则修改允许银行直接投资风险资本和类似的基金，也就是说银行可以直接投资对冲基金、私募基金这样一些风险产品了。而且呢，还允许银行不需要为同一个公司的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原商品交易流出现金。这就等于说完全推翻了沃尔克规则对银行的限制。银行呢可以直接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那这对于银行和华尔街来说呢，绝对是重大的利好因为这样的直接效果，那就是银行最起码会释放出400亿左右的资金来刺激市场了。我觉得这个美联储就差直接跟商业银行明说了你们把钱全部拿出来炒股去吧我想这对于川普总统来说的话，那是特大的好事情了，股市又要大涨大选获胜的把握性又大了呀。周四美股在狂欢，银行股在狂欢。美联储推翻了老一辈美国金融人定的监管规则，彻底放飞了银行，银行股在自由的天空翱翔。然而第二天周五，银行界的压力测试结果揭晓，似乎表明了银行业好像可能飞不起来了。银行界的这个压力测试发现有很多银行没有办法在这次压力测试当中生存下去，这把鲍威尔给吓到了美联储立马就改变了态度，立刻出台文件约束限制几个大银行对分红派息的发放，并且规定银行从今年的第3季度开始禁止回购，而富国银行是最有可能没有办法支付分红派息的，银行可能要被逼削减股息。昨天还在天上翱翔的银行股周五平均跌幅高达多少？4.52%。美国的4大银行摩根大通、花旗、美国银行、富国银行跌幅都在5%以上，对银行界产生了直接的冲击，当然也冲击了整个股市。道琼斯跌了730点，
纳斯达克跌了259点，标普跌了74点，跌幅非常的大。看到这个结果啊，我真的非常的纳闷啊！你说这个美联储，你说这出戏它到底是演给谁看的呢？先是放飞银行，允许银行投资风险产品，然后再公布压力测试结果，把风筝再拽回来，你到底图啥呢？后来想了半天啊，我好像明白点什么。记得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啊，曾经对这个沃尔克规则非常的不满意，一直声称啊要废除沃尔克规则。2018年5月24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就签署过经济增长放松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这一法案，主要就是针对沃尔克规则进行了调整。而这一次对沃尔克规则的彻底修改，它是不是川普总统的意思呢？先为银行界争取到这个极为宽松的监管啊，让美联储允许他们可以直接进行风险投资。但是问题是，你就算银行再有钱，它也不可能高位接盘吧，只有合理的价格才可以啊。美股现在涨幅已经很高了，所以再释放出压力测试结果，实际上是想给股市降降温吗？联想到这个美国在这个时候跟欧盟打贸易战，加收欧盟31亿关税，额度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而修改的沃尔克新规那是10月1号以后才生效的。那么从现在开始到10月1号，难道说美股真的是想要降降温了？美国大选我们都知道11月3号举行，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是不是让美股先调整一段时间，然后等到10月1号以后，银行接盘买个地板价，然后拉动股市，为川普总统大选胜利去助威吗？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猜测啊，大家可千万不要当真，更不能傻乎乎的作为操作建议去理解啊！要明白，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度放松沃尔克规则，有可能会纵容银行机构过度使用他们的资金来进行风险投资。但是凡是投资，大家都知道那是有不确定性的，万一投资不慎，银行投资失败了，糟糕一点的话，就有可能会引起破产，到最后就会损害到客户的利益。银行投资失败的案例历来都有啊。总之呢，这个作为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来讲啊，美国现在你不管出台什么样的措施，只要是对他们的股市有利益的措施啊，那我们都认为它是好措施。我们也要知道，就这些措施，除了符合经济上的利益以外，更重要的是得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目的可能也就是为了大选服务。好的，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签到不胜感谢。